感谢主席，还有诸位亲爱的姐妹兄弟们哈。我想今天我来这里呢，可能是因为这次的大风暴是很像宗教界很热闹所以呢，难免就会想要听听其他宗教的声音。那另外一方面呢，大概我10多年前因为做伦理学的研究，我就曾经写过一篇这个有关于这个同志的议题的佛法观点那么所以呢我想呢，我今天过来呢，应该也是有这些因素在这里。那么首先我还是先讲这不可否认的，在台湾呢，还是常民文化跟佛教是比较主流的也就是说它人数居多的。那么因此呢如果我们说同志是少数因此要听多数的话呢，可能各位真的要耐心听听多数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首先来谈一下佛教观点好了那么在佛教观点来讲呢，所有的情欲都是本能的那么本能呢就没有所谓哪一个是神圣哪个是罪恶的。本能呢你只能够心疼它，因为它就是要这样发展的。那么因此呢，佛教从来没有把婚姻当作圣事那也没有把其他的情欲当作是邪恶，除非它伤害到其他的生命。所以这一波的风暴，我一再反问的就是，因为我的 LINE 也是被灌爆了好多，我常常反问他说，到底亲属你什么权益啊？真的是讲不清楚到底亲属你什么权益？如果是真的是导致于你有重大的权益损失，那当然以佛教来讲，就是情欲不可以伤害其他无辜的第三者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那么再来从佛法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其实很简单，生命的每一个基础点都不一样，差异性很大，所以从佛法的角度，就是希望每一个生命都离苦得乐，他比现在更快乐，我们就祝福他那么他现在如果是一个同志的状态，他如果有婚姻会比他现在来的更好，那我们就要祝福他跟成全他，这就是佛法给我的一个带来的启示。那么这个是佛法。那么至于常民文化里面，老实说，我觉得东方的文化没有那么残酷的去对待同志你如果在古籍里面翻一翻，其实太多了，那个男男女女的那些问题，其实早就存在。所以呢大家也就是见怪不怪那特别把它当作是一个罪恶或者一个邪恶的议题来谈，其实那应该还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也很欣慰的是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今天看到陈南州牧师还有刚才关教授，他就告诉你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心目中的耶稣跟有一些人心目中的耶稣长得不大一样，就像我心目中的佛陀跟很多那个男性杀猪的佛陀长得不大一样那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宗教自由的社会大家大鸣大放这个是好事。那但是呢，也因为确实也知道说这个无以说服常民的台湾社会，所以呢变成宗教团体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家的价值。那老师不客气的说，家的价值向来就不是无限上纲，家的价值向来就不是无限上纲，我必须要再这样说。也就是说呢在欧洲也好，在印度也好，早就已经有许多的所谓的 homeless， 而且他们创造了人类社会最灿烂的文明那么这些人呢不见得是以家为本位的，包括了佛陀在内，包括了许多的游方僧。那么因此呢，以单一的价值一直在要求说所有的人都是要进入到这个家，而且这个家还是要由你来定义的，那这个其实是我真的觉得有点强迫症那么于是呢，这个说服力不够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这是自然的法则，不这样做就是逆天行道。这个在哲学上说患了自然主义的谬误，自然向来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是兔唇他可以医治，难道你不会让他的感官变得更漂亮吗？自然的法则所诞生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幸的跟残缺的，能够让它更好，我们就应该这么做，这就是人的可贵。那人的可贵也只有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至于说破坏这个传统的体系结构呢，那我觉得这个传统体系结构一路上被破坏我们不是以前的5代3代同堂，现在不是一夫一妻吗在那之前也有走婚制的一女多男还有一些一男多女的，其实体系向来就不是这个完全安稳而没有变异的。这个是必须要提醒各位，就是你提出来的家庭的价值，虽然你隐去了你的宗教意图，但是你依然没有办法说服我们台湾这个社会的常民文化。
好，那么于是呢，接下来就发生了很多的危言耸听的事情，比如我刚早上听到说，有什么整体作战计划，同意国际组织有计划的在影响台湾。可是我另外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说，其实也是一种整体作战计划，就是有某一种宗教徒呢，他刻意的去连接了所有的人，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联盟，有组织有计划的去影响台湾。那这说得完吗？我们都拿出证据来好吗？那么于是呢，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呢，我就真的希望能够拜托，真的不要这样做啊。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猎巫了啊！全台湾变得因为危言耸听，很多人都被卷进到这个共业。比如说，那你如果那个有了同志婚姻，异性恋者就会平衡同性恋，那你会吗？你不会，你为什么担心呢？奇怪哈！还有有关于台大罚3万块事情，说因此这个就是因为同婚，台大罚3万跟同婚，台大那个是在甄选入学的时候啊。那个跟现在有什么相干啊？而且台大机械系那个，它之所以会让人反感，不只是这个灌输唯一的一个价值，我觉得问题是它偷渡它的宗教理念，而它是在权力不对等的状态下偷渡进来的，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机械系的小孩，你敢不填吗？这是完全一个非常荒谬的行为。我必须要讲说，所谓的离开父母而成为一男一女的什么家庭，这不是中华这个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常态。传统文化是3代同堂、5代同堂，不可以跟父母，不可以离开父母的。OK， 那么因此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比性平的问题可能还要更严重，我们真的要仔细考量。那么，于是呢，如果说一定要把家规范为只是为了孕育下一代而存在，那请问不孕症人是不是也被你找到了？家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请各位不要认为都是为了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好吗？那么再来呢，就是我很不欣赏的就是放大特写某一些的夸张的画面，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同志的游行啊，有一些这个露出很多的身体部位的那种画面。当然，其实我们台湾社会的好处就是说，你穿很多像我一样也 OK， 穿很少的人也 OK。那你看得顺眼看不顺眼，只要在法律规范内，我们就怎么样呢？就大家容忍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这样放大特写是不公平的。请问一下，那个异性恋者露体的画面还会少吗？不是更多吗？那因此是不是异性恋的婚姻也要禁止了呢？对不对？这个逻辑是不通的。那么至于刚刚谈到这个情欲探索，我不知道这个情欲探索真的是目前的教科书的主流吗？这个我找不到。但是如果说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男童跟女童在厕所里面在互相做情欲探索，那对不起，男童跟女童不是女童跟女童也不是男童跟男童，那不就是异性恋吗？对不对？那不是异性恋吗？那异性恋有了这个事情发生，是不是因此要把异性恋的婚姻全面停止？所以这个要考虑一下好不好？那么然后刚才我又听到一个很荒谬的消息，说那个你们那个同志经常换性伴侣，他不就是因为不想要经常换性伴侣，所以要结婚吗？那为什么不有成人之美呢？而且异性也有很多人经常换性伴侣吗？那因此有叫异性恋的人不准结婚吗？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在讲这些事情以前呢，那个我们的逻辑思考呢，是不是可以再重新整理一下？那么最后我真的希望中世纪的猎巫行动到现在我们回顾起来是人类一个非常惨烈的历史。很多人其实不是女巫，而且即便是女巫，为什么要进入到火刑的台架上？那今天我在台湾，忽然间这一阵子赖都灌爆了，我们要小心，台湾不能再成为一个猎巫的社会。谢谢。